全家人点赞的网红零食来也。除了一些回购的，我还整了一些最近比较火的、比较新奇的小零食。首先，包是我最爱的鸡爪子，这个鸡爪我从23年测评到现在一直在回购，它这个蒜香味真的太迷人了。最近嗓子有点痒，买点鸡爪进去挠挠。无骨的使不上劲，换成有骨的。你喜欢的鸡爪的口感它都有，又脆又弹又糯又紧实的，主要它这个都是带骨头的，肯定更加得劲一些，巨好吃。就他家做鸡爪都做了20多年，就光是它这个味道我觉得就已经很封神了，就是单纯的咸酸加了些蒜香味，没有一点点的甜味，这个比我在夜市上吃的任何一家都要好吃，你甚至在全网都找不到第二家跟它味道相似的。它嘴里完全没有鸡味，没有科技很火的味道，他家鸡爪就代表了我的善恶观，对鸡爪的善恶观。底下会有点汤汁，但是它这个汤汁也不油腻哈，可以拍点黄瓜啥的在里面。再来个小的，剩下的留给我老公吧。下一个是盐焗风干鸭翅，我感觉现在的市场都快把商家逼疯了。有奖竞猜一下子，这原价多少钱？我把这个价格打在这儿，还免费试吃一包。哎呀，它这种风干的就好瘦啊，有翅中的位置，也有翅尖的位置。有福建三明那地方的感觉的，一袋大概是9个的样子。口干香，但是它不是很咸耶，就很微弱的盐焗香加了点肉香。它是被风干了，所以它的肉全部都紧贴在骨头的，它的肉不是特别多，但是还挺打发时间的。啃是绝对够啃了，也挺适合出去旅游的时候吃。看看有没有毛啊？没有，很干净。一般买这么一包都要10来块了，他家能吃到4包，一个个都被逼疯了。能接受这种风干的肉不是特别多的，还有里面有翅尖的，可以去试一下。有免费试吃一包呢。前段时间不是给你们推荐了他家的紫薯条吗？他家有个杏鲍菇鸡胗，我觉得这个玩意儿就很新奇。看它的包装你可能不记得，来看一下它的里面，复习一下课件，长这样子的。各位想起来了没有？这个巨好吃，试一下这个新品吧。哇，做的是这种独立包装，开的时候要小心，有油。口感整体很脆弹，鸡胗都是片切的，吃不出来鸡味，挺香啊，它很像是川阿婆的那个豆卷的味道，红油咸香口的，只是说它的红油味没有那么重。它的口感还是比较新奇，又脆又嫩的，而且它菇的味道也不明显，鸡胗的那种内脏味道也不明显，很适合当个小凉菜。鸡蛋糕时代的眼泪，这家蛋糕它就是配料表超级干净，短走是15天的。我家长辈特别喜欢是这个味道，原味的。我比较喜欢这个扁扁的糯米味。这个配料表我都背了，糯米粉、饮用水、南瓜粉、食用盐、白糖，没了。正面好像看不出区别啊，但是你看它的侧面比较明显，因为它里面加了糯米粉，所以压的比较实一些。看，妈呀，回弹的非常快哈！我有小1个半月没吃了，我感觉它的甜度低了好多呀。之前感觉就是3、4分甜，现在吃好像只有1、2分甜的样子哦。他家是不是改良的呀？好糯，这个就是鸡蛋糕加上黄油年糕的口感，又糯又哏啾，好香的鸡蛋味。原味的就是我妈比较喜欢的味道，它上面会有一点点的焦褐感，我观察过了，每一个上面都是有这样子焦焦的感觉。这个就是正常的鸡蛋糕的味道和口感，口感也是属于湿软适中的。2个味道我更加喜欢糯米味。糯米就是长得基础，口感不基础；原味就是长得基础，味道也很基础，就完全不会出错。这是阿宽家的新品，感觉最近还有点小火哦。里面有1包宽面，也有1包火鸡面。我看了一下它这个使用方法，不用煮居然可以冲泡。给它拌一下啊，它这一份量还挺多的。哎呀，它这火鸡面感觉有点敷衍啊，好细呀。真的好细啊，我感觉都不用嚼，有点像是扁面的口感，不过它的味道是好吃的，有火鸡面的精髓，甜辣甜辣的。吃那个宽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我在吃年糕嘞。
老糯叽了。这个整体如果有10分的话，我会打8分，那2分我会扣在这个细面上。我比较喜欢吃稍微粗一点的面，但如果说你喜欢吃细面啊，那这个应该会比较对你的味道。它的味道呢也是很够的，甜中带辣。我现在嘴巴就跟打了马赛克似的，吃到第2口跟第3口的时候，它那个辣劲就跟升了级打了怪似的，突飞猛进。吃这个得配个什么快乐肥宅水。最近火的便宜量大的农副产品吃。我感觉我可以当小卖部主理人了。有没有人认识它叫啥的？它叫竹鼠。它外面啊有一层皮，这个皮有点类似笋衣哦，就还挺好剥的。剥的时候你会闻到泥土的芬芳，你看剥出来就像个小嫩姜。最近流行的做法就是把它拍扁，然后油煎一下，然后它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形态。竹鼠 ZIP。谁说竹鼠不好吃的？这玩意儿可太好吃了。哇，这也太香了吧！张入嘴会有点像生姜，有生姜的那种纤维感，但是你把它嚼碎之后，你会发现有洋芋还有地瓜的那种香味，哎，它就出来了。再搭配我的这种辣椒面，有种在吃炸洋芋的感觉，脆脆糯糯的，跟薯条一样上头。我不是一时屁吧？我真的觉得它好好吃啊！我煎的话都是用这种小的竹鼠煎的，我估计这种大的煎出来应该会有纤维感，非常建议你们去试一下。第一个发明竹鼠用油煎的人，智商太高了。这个为什么不吃？又被我煎糊了。批发了一个大家伙油粒仁儿，这一袋我感觉快赶上我的体重了。开玩笑啊，这一袋有700克，感受一下它这个量，我感觉我可以当小卖部主理人了。倒了一大盘儿，还有一大麻袋，这碗要放在家里，你偷吃几包都没人发现。它的配料是只有蒙甜油粒，尝一下，好香啊！冬天的快乐就是想吃烤板栗又不用剥皮。特别的糊嘴，绵密扎实，板栗很香。我感觉我也被噎住了。它不是那种很糯口的，会有一点点的那种硬度，没有自己家里高压锅炖出来的那么烂火。但是它跟外面那种炒货店卖的板栗口感差不多，它非常适合招待客人。或说家里有办喜事了，往喜堂里装什么零食包，你就装这个板栗吧。这一大麻袋才10几块，鸡也真的是挖到宝了，哇！冬天跟板栗果然最配的大杨桃，今年的第1个杨桃，放成这种金黄的就能吃了。吃法也很简单，把这个皮削一下，它就闻着就有一股很明显的草地的味道。它的味道真的很小众哎，特别独特的水果香，入口是酸酸甜甜的，带有植物根茎的味道，有一点点像是草莓加上芭乐的味道。胜在水分很足，整体很清爽。属于果味很浓郁，甜度不是很高的水果，它也比较适合身材管理或者说蘸酸梅粉吃。双拼芭乐啊，我们强制爱确实是这样子的。今年有单独买过白芭乐，也有单独买过红芭乐，但是还没有买过双拼的。一般白的芭乐它的品质都挺好的，主要看一下红芭乐的品质如何。好好吃，真的就是很高级的水果的味道。哎，你别看它小啊，它肉还挺厚的，就是冰淇淋的质地。白的话它甜度会高一些，就很适合刚入门的芭乐选手去吃。皮也很香，一股大草原的味道，停不下来。红的还得放，红的它就没有白心那么丝滑，会有一点点的脆口，吃到嘴里也是那种果香很浓郁，有点类似莓果香加上热带水果的风味。这要再软一点，妈呀，更好吃！继续啃我的白心，完全没有阻力。哇，这个几乎没籽呀。有没有人懂芭乐的？虽然说芭乐跟杨桃这个水果比较看人啊，但我觉得芭乐的接受程度应该更高一些。